承认吧，你根本无法忍受那些奇形怪状的异星人。国运群星游戏降临蓝星，为了活命，各国选手纷纷拥抱外星异形，并以选择人类为耻。唯独我对此作呕，并毫不犹豫选择纯血人类开局。可当我看到领地里一个丑陋的异形自称人类时，我怒了，当即颁布灭绝令，清洗一切异形，将地联改为人类联邦。与此同时，作为穿越者，我的金手指第4天灾系统觉醒，我果断化身天灾，通过毁灭践踏、羞辱奴役文明获取威慑力，兑换群星科技。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变成异形沾沾自喜时，我的舰队已经遮天蔽日，终子灭杀焚天神兵，甚至以太香引擎也完成。此时蓝星龙国国运群星游戏抽取江城，所有年满18岁青年皆可觉醒星球领主，传送至群星战场。江城一中觉醒广场上，有人觉醒 B 级半兽人文明，有人斩获 A 级软泥触手族。异形种族因强悍生存力，早已成为乱世中的最优解。曾经龙国坚守人类选择，却屡战屡败。目睹他国靠异形崛起后，人们彻底动摇，扭曲的审美里，纯血人类反倒成了作死的代名词。而此时作为校草的我，登台引来无数惋惜。一群迷妹都希望我能随机抽到可以保留容貌的兽人种族，可作为穿越者兼资深批兽玩家的我，早已对这种追捧异形的风气深恶痛绝。只见我手掌按上觉醒时后，蓝色光芒亮起 ，C 级文明的标志让围观者遗憾不已。面对保留人类和随机种族的选择，我更是毫不犹豫按下前者，锁定 C 级地球联合国与人类种族。此举引来漫天质疑与嘲讽，樱花国玩家的辐射蟑螂文明更成了众人对比的对象。可我毫不在意，下一秒第4天灾系统加载成功的提示在我脑海中响起，我瞬间明白自己手握了群星最强底牌，那是堪比天灾、远超任何异形的力量。骚动未平，更大的震撼接踵而至。校花苏婉晴登台，一道金色光芒骤然笼罩，她竟是龙国国运游戏史上第1位 S 级文明觉醒者，举国欢呼，各国眼红。唯有苏婉晴面色惨白，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自己居然重生了。前世的记忆汹涌而来，她曾带领舰队奔赴人类联邦星系，却亲眼目睹恒星在巨象注视下熄灭，自家舰队瞬间覆灭。而那巨象与战舰皆源自人类联邦领袖林墨痕。苏婉晴的目光死死锁定人群中的我，心中暗下决心，这一世她绝不会再重蹈覆辙，一定要在我成为银河霸主之前，牢牢抱住这张最强底牌的大腿。于是，在万众瞩目下，苏婉晴毫不犹豫选择了纯血人类开局。文明等级 S 级，种族已锁定人类，文明已锁定。人类联邦的提示弹出，瞬间轰动整个蓝星。龙国上下反应最激烈，质疑声铺天盖地。4级文明选人类，这是自斩一刀，随机多好，强上加强啊！而我见此，眼中满是赞赏，这份认可对我而言便是最高评价。樱花国、棒子国等此前眼红的国家，瞬间笑开了花，嘲讽声也不绝于耳。龙国果然足够紧，给机会也抓不住。觉醒台上的苏婉晴却充耳不闻，她深知觉醒10分钟后便会传送至群星战场。银河浩瀚，星球领主随机分布，找人比大海捞针还难，唯有趁现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才是正确。不顾全校师生的注视，苏婉晴毅然走向我，脸色羞红，踮起脚尖飞快地在我唇上轻点了一下。这一吻轰动了所有直播观众，满屏错愕与嫉妒交织。林墨痕，我喜欢你。苏婉晴鼓起勇气告白，最后眼神坚定地说道：哪怕要跨越几百亿个恒星系，我也会派出全部舰船去找你。这番话再次引爆舆论，龙国网友怒斥他恋爱脑，拖国家后腿；各国则幸灾乐祸，断言龙国本轮必垫底。2道白光从天而降，传送进入倒计时。一定要等我，我会在舰船上面写你的名字。苏婉晴急切叮嘱，生怕前世的悲剧重演。我淡淡回应道：好。白光渐盛，我们的身影随之消失在觉醒广场。而蓝星的议论与群星战场的序幕才刚刚拉开，白光消散，我睁眼便陷入一间装潢令人不适的书房，墙壁挂满精心装裱的异形画像，书架上摆满拥抱差异等清外书籍。这里是地联帝国首都，按群星游戏规则，我已是地联新任领袖。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初始星球为地球，C级文明，80亿人口。当前思潮是令我生理不适的亲外主义与平等主义，且地联未统一，内阁被亲外派把持。我强压恶心，专注研究第4天灾系统。系统让我选择第1条天灾飞升路线，我毫不犹豫选定星海天房。系统随即解锁威慑力模板，告知我可通过毁灭奴役文明获取威慑力，兑换群星科技。首次选择还奖励1000点威慑力，这与我前世玩的游戏如出一辙，正是最高效的发展方式。我立刻打开天灾商城，看着 LVO 商城里的科技的道具，当即消耗400点威慑力兑换超人血清、哲人王光环、动能手枪和天灾宣言。超人血清瞬间将我体质强化至人类极限10倍，足以吊打地联那些最高仅人类3倍体质的异形杂交种。哲人王光环让我言语自带感染力与压迫感，动能手枪和天灾宣言也已就绪。万事俱备后，我陈声换人，一名纯血人类侍从推门而入，我下令立即召开全人类紧急会议，并向全球开放直播。这是我作为新任领袖的首次公开发言，却对圆桌旁的异形高层视若无睹。而这些高层中掌握兵权的大元帅阿尔萨斯是丑陋的猴形异形，首席科学官维尔是半透明的杂交异形，国务卿艾琳娜虽为纯血人类，却认同亲外局面。维尔率先开口，语气不屑且匆忙，称自己忙着培育新杂交种族，催促我直奔主题。与此同时，担心我的直播间因苏婉晴的热度涌入各国观众，众人纷纷嘲讽，认为我必被异形架空惨死。龙国直播间气氛低迷，网友也哀叹我会拖苏婉晴后腿，甚至盼我早点死。就在这时，大元帅阿尔萨斯突然提议让我带头响应杂交号召，从新人类中挑选配偶。我冷声道：闭嘴！我还没宣布会议开始，让你说话了吗？阿尔
尔萨斯一愣，声音沉了下来，眼神凶厉的死死盯着我。领袖阁下，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我无视阿尔萨斯铁青的脸色，面向直播镜头发问：什么是人类？威尔满脸荒谬的反驳，称在场的都是人类。我突然发笑，大声斥责：不，你不是人类，你只是一只丑陋到极致、恶心到极致的异形。一旁的艾琳娜直接搬出地连宪法，指责我的言论违反平等原则。威尔也跟着怒斥我亵渎的联立国精神。阿尔萨斯则狞笑着表示，自己处理过无数像我这样的纯血极端分子，下场都极为凄惨。蓝星观众的嘲讽愈发激烈，龙国直播间更是一片绝望，而一星高层们也纷纷起身口诛笔伐。财政大臣、教育部长等接连要求启动弹劾程序，将我描绘成毁灭地连的疯子。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我始终平静。待众人声讨完毕，我冷冷开口，痛斥这些异形杂交种不配与人类谈平等，所谓的贡献不过是将世界变得愈发恶心。随后我转向直播镜头，激活天灾宣言，无形的精神力量随声音扩散，我向所有被压抑的纯血人类喊话，点破他们对异形的厌恶，直言共存绝无可能。现在必须要重新定义人类。这番话如惊雷劈开伪装，会议室外的纯血人类被彻底鼓动，走廊的警卫、沉默的老兵、被迫与异形结合的普通人，他们心中积压的情绪终于找到宣泄口。蓝星也有少数未被扭曲的龙国人开始为我发声。阿尔萨斯嗤笑我的演讲只是废话，直言我无兵无权，只是地连的小丑，而那些纯血人类早已被驯服。他向前逼近，俯视着我，依我配合弹劾，否则便让我不前几任极端分子的后尘。后却嘴角上扬，淡淡道：我最擅长的就是清理异端。话音未落，只见我右手探入怀中，拿出动能手枪，毫不犹豫对准阿尔萨斯扣动扳机，超高速弹头瞬间贯穿对方头颅。这位掌握地连全部兵权的大元帅当场抱头倒地，庞大的身躯砸得会议室震颤，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异形高层们满脸惊恐，威尔反应过来后，嘶吼着喊警卫。全副武装的异形警卫冲进来准备扫射，却被速度远超他们10倍的我瞬间解决。我再次面向直播镜头，天灾宣言效果拉满，声音如神谕般传入每个纯血人类心底。这些杂种也是会害怕、会死的。我随后正式宣布，将地球联合国更名为人类联邦，并以领袖身份发布灭绝令。我命令所有纯血人类拿起身边的一切武器，杀死你所看见的每一个丑陋的异形。为了人类，为了人类联邦，同胞们，战争已经打响，从现在开始一刻都不会停。我们将为人类的未来而战，哪怕要燃烧星海，焚灭银河。这一天，地球联合国的纯血人类被先祖的荣光唤醒，基因与血脉都在呼唤反抗。东亚联合区的工厂里，被迫在异形监工手下劳作15年的老工程师抄起扳手，砸向复眼昆虫人。忍你们很久了，响彻车间。紧接着，全体纯血人类工人暴起，用手边一切武器反击。与此同时，北美联合区军营中被边缘化的纯血人类士兵也将枪口对准异形长官，枪声密集响起，怒吼声中满是复仇的决心。整个地球瞬间陷入反抗的火焰。蓝星各国直播间里质疑声此起彼伏，众人嘲讽我只会煽动暴乱，纸上谈兵，认为纯血人类绝非异形对手，还调侃我只会躲在会议室，迟早会被集结的异形军队斩首。但龙国官方直播间的风评却彻底逆转，网友们纷纷为我喝彩，称赞我敢站出来，敢说真话。原本嘲讽我的人也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同样厌恶异形，只是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而我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会议室里，首席科学官威尔惊恐尖叫，指挥剩余异形士兵扑向我。他虽为科学官，杂交后的身体力量却是纯血人类的2倍，还有众多异形高官助阵。在他看来，我仅凭偷袭必死无疑，可我的身影却鬼魅般迅捷，动能手枪精准爆头。财政大臣、教育部长等异形高官接连倒下，威尔满脸难以置信，最终也难逃一死。亲外派的纯血人类国务卿艾琳娜跪地求饶，却被我冷漠处决，只因他曾帮异形说话。随后闯入会议室的全副武装异形士兵不到30秒就被我全部击杀。我站在血泊中央，面不改色。这一幕让蓝星直播间彻底沸腾，众人震惊于我的速度和手枪的威力，也疑惑苏婉晴为何会选择我。而龙国一间会议室内，长官和政要们看着我的资料，满心疑惑。孤儿出身，成绩平平，无特殊背景和异常经历，可我的身体素质和武器科技却远超当前地连水平。没人知道我的力量源自何处。群星世界的战争持续了整整1年，这场战争极为惨烈，异形战斗力强悍却头脑简单，在团结的纯血人类面前节节败退。我亲自率军冲锋，占据重要军事设施。现在的我就像一面旗帜，让所有纯血人类甘愿为之赴死。最终战争结束，开局80亿人口，只剩下20亿纯血人类，20亿同胞牺牲，40亿异形化为灰烬。而我站在人类联邦首都广场宣布胜利。可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蓝星各国直播间再次响起质疑，众人指责我自斩大动脉，20亿人口难以发展，缺乏战略眼光。龙国网友则奋力反驳，认为幸存的20亿都是战火洗礼的精英，团结一心，无需内耗，人口问题也能逐步解决。可人类联邦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部分幸存的纯血人类反思战争，认为我手段激进，残暴20亿同胞的牺牲太过惨重。理中客们也跳出来指责我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只懂理想不懂现实。面对各方质疑，我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面向全体人类联邦公民发起了一份匿名问卷调查。问卷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战犯？选项仅有2个，是与否。仗着纯血人类的身份和战功，不少人借匿名问卷肆无忌惮发泄不满，抱怨战争激进，控诉亲友伤亡，认为我不会处置他们。这份蔓延着负面情绪的问卷很快统计完毕，仅20万人认为己方是战犯，其余19.98亿人均不认同。蓝星各国直播间一片失望，纷纷质疑问卷真实性，吐槽敢说真话的人太少。可
下一秒，我的决定震惊全场，锁定名单，全部抓起来留作劳动力。刚经历战争的军队执行力惊人，不到3小时便将20万人悉数抓获，反抗者当场解决，叫嚣言论自由，纯血身份者也难逃制裁。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直播间瞬间炸锅，各国网友怒骂我钓鱼执法、独裁暴君，龙国观众则奋力反驳，称我慈不掌兵，有勇有谋。随后我站在人类联邦首都广场最高处开启直播。我们的队伍足够纯粹，那些自认战犯的人不过是成全他们赎罪的义员。我这番话让不少网友开始动摇，开始认可我的逻辑。紧接着我神色一凛，举起文件宣布，新人类联邦宪法正式生效，人联至高无上，一切法律都必须坚守这一条底线，任何违背人类联邦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任何试图分裂人类联邦的势力都将被彻底消灭。人类联邦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联邦的荣耀永不抹灭。我在此庄严宣誓，我此生将不遗余力，用以保卫人类联邦，保护人类火种的延续，从太平洋的深渊到银河的边陲。今日起誓，至死方休。20亿人类的欢呼声震彻云霄，蓝星网友既被我这份热血感染，也突然联想到苏婉清的文明同样叫人类联邦，调侃我们双向奔赴。我看着台下热血沸腾的人群，声音愈发高亢。同胞们，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无数的牺牲后，人类联邦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起点。我知道你们都在担忧一件事，这个星球被战争洗礼，满目疮痍，恢复生产需要漫长的时光，重建家园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你们是不是在想，接下来我们要吃很多苦头？人群中不少人低下了头，这的确是他们最担忧的事。战争虽然赢了，但代价太大，整个地球的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工厂、农田、城市到处都是废墟。20亿人口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文明，谈何容易？然而我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不要把目光放在眼前的废墟，请抬起头来看看我们头顶的这片星空，在地球之外是浩瀚的银河，无数的恒星系，无数的行星，无数的星星，无数的资源，他们现在或许遥不可及，但我向你们承诺，1年时间，只需1年时间，我们将冲出母星。我这番话再次引爆蓝星直播间，各国网友纷纷嘲讽我吹牛，认为 C 级文明1年根本无法实现外太空探索，就连龙国观众也难以相信。但我语气坚定，宣称无需等待地球重建，银河就是最大资源库，1年后将开采小行星带矿藏，建立星际殖民地，开展星际贸易。最后我张开双臂向全体公民呐喊，地球只是起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终有一天人类联邦的旗帜将插遍整个银河。20亿人的怒吼汇聚成洪流，所有战争伤痛与废墟荒凉皆被抛在脑后，每个人眼中都燃起了对星空的无限向往。演讲结束后，我返回办公室，当即打开第4天灾系统，屏幕显示当前威慑力5600点，已解锁进化者成就，完成星球异端清除，奖励5000点威慑力。天灾等级与商城同步升至2级，1级商品还打5折。我眼中闪过惊喜，当即兑换科研船护卫舰工程船设计图，各号500点，剩余威慑力4100点。3份设计图的信息瞬间灌入我的脑海。科研船用于探索未知星系，扫描异常点，是文明走向星际的第一步。护卫舰是最基础的战斗舰船，虽然火力和防御都不算顶尖，但胜在造价低廉，建造速度快。工程船则是建造采矿站、研究站的必备载具，这是群星游戏必备的3件套。如果不是 C 级文明，这些本来开局就应该有，像苏婉晴的 S 级，大概率恒星基地什么的全都开局就有。至于基因模板，我看了一眼，暂时没有购买。现在的人类联邦百废待兴，根本没有条件推行全民基因改造。我把目光放在了新刷新出来的商品上，蓝激光发射器设计图500点，比红色激光器更加强大的现在武器。对有机生物来说，这种波长的电磁辐射看上去是蓝色或紫色的。我嘴角微微上扬，几乎所有群星玩家开局都是红激光，想要升级到蓝激光没有10几年根本不可能，因为前期科研技术太薄弱，科技进度慢得像蜗牛爬，而我现在就能直接跳过红激光阶段。研究速度增加20%，威慑力消耗1000点；舰船建造速度增加20%，威慑力消耗1000点。这2个是必须要的。研究速度提升20%，意味着所有科技的研发周期都会缩短1/5；舰船建造速度提升20%，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内能造出更多的战舰。时间就是一切。随着兑换成功的声音响起，我本次消耗威慑力2500点，剩余威慑力1600点。就在这时，我惊喜地发现2级天灾商城还解锁了一个新功能，可以用威慑力兑换资源。合金1威慑力可兑换100单位，能量币1威慑力可兑换200单位，矿石1威慑力可兑换300单位，食物1威慑力可兑换500单位。兑换的资源将以合理的方式出现在文明中。我眼睛一亮，这个功能简直是神器。群星游戏最核心的就是资源，合金用于建造舰船和建筑，是军事和发展的命脉。能量币是通用货币，维护费交易政策都需要它。矿石是最基础的资源，可以转化为合金和消费品。食物决定人口增长速度，而且系统说这些资源会以合理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不会凭空变出来。可能是某个科学家突然有了灵感，研发出了高效冶炼技术，可能是某支勘探队意外发现了一座巨型矿脉，可能是某项农业技术取得突破，让粮食产能翻倍。这样一来，即便全程直播也不会显得突兀。我思考片刻，做出了决定。合金是重中之重，建造舰船需要大量合金，而合金需要从矿石中冶炼。C 级文明的冶炼技术极其落后，效率低得可怜，但兑换合金的同时，系统会赠送相应的冶炼技术突破，这才是最值钱的东西。有了先进的冶炼技术，后续的合金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夜时分，大部分观众都已经去休息，毕竟他们不可能24小时盯着直播看。国云游戏的直播也不是全程实时的，而是会挑选
重要的节点进行播放，吃喝拉撒、日常琐事这些基本不会播，也没人看，而且涉及到一些隐私和机密的内容，直播系统也会自动屏蔽。蓝星一天等于群星一年。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一个熬夜看直播的网友突然从床上蹦了起来。我操！快看林墨痕的直播，他半年时间就造出科研船了。这条消息瞬间引爆了整个网络。与此同时，就在众人欢呼先驱号首航之际，我突然宣布要亲自登船首航。此言一出，全场死寂。首席科学家与众官员纷纷劝阻，称科研船实际航行风险未知，我作为领袖绝不能冒险。我却坚定拒绝，直言自己身为领袖，必须身先士卒，才能让民众相信人类能冲出母星。指挥中心倒计时结束，先驱号引擎爆发出耀眼蓝光，直冲云霄。这一刻，第4天灾正式踏上了群星的舞台。就在刚刚，先驱号化作银色流光，直冲云霄，冲破大气层，随后踏入太空。我立在舷窗前，望着浩瀚星空，身后蔚蓝色的地球渐缩，前方是无尽黑暗与繁星。上一世我仅能隔着屏幕遥望银河，此刻身临其境，我满眼激动。领袖，所有系统正常，先驱号首航圆满成功。通讯器里，地面指挥中心的声音激动的变调，我以沉稳回应，随即面向全球宣布：人类联邦正式踏入星际时代。瞬间，地球沸腾，欢呼声仿佛穿透太空，龙国直播间彻底炸开，网友们惊叹不已。半年时间，我便带人连从 C 级文明突破至拥有太空航行能力，远超其他仍在地面摸索的国家，更期盼我早日与 S 级文明的苏婉晴会合，助力龙国崛起。而樱花国、棒子国、灯塔国的直播间却一片死寂，有人难以置信，有人叫嚣作弊，却无人能反驳这既定事实。我驾驶先驱号绕地球1周后，平稳降落在新港，舱门打开后，山呼海啸的欢呼声扑面而来。我接着通过扩音器鼓舞国民，这只是开始，我们将造科研船，探索星系，护卫舰保卫家园，工程船开采资源，人类联邦的征途才刚刚启程。与此同时，系统更新天灾成就，而我因首次驾船冲出母星，获得1000点威慑力，心中暗存拯救银河刻不容缓。接下来半年，得益于各项加成与资源支持，人联造船厂全力运转，科研船、护卫舰、工程船接连下线，配套技术飞速突破，令蓝星观众瞠目结舌。首艘科研船先驱号在首飞4日便启程探索，半年后传回重磅消息：报告首领，发现一颗类地矿星，稀有矿石储量是地球10倍以上，已将其命名为矿星1号，以简洁之名适配未来更多矿星的规划，尽显远见。正当人们为之振奋时，先驱号在船捷报：矿星上发现智慧生命迹象。我下令全球直播影像，蓝星各国纷纷猜测，有人回忆起过往其他文明的惨痛遭遇，也有人恶意期盼你碰壁。随着镜头拉近，那些智慧生命的真面目展露，身形如人，浑身是布满裂痕的岩石，丑陋不堪。见状，整个人类联邦都为之震怒，蓝星直播间瞬间炸开，讨论愈发热烈。我操，这不是棒子国 B 级文明选手大根的石头人种族吗？他虽没造出战舰，但石头人陆战能力逆天，力大无穷，还能快速复原，普通枪械伤几秒就好，简直是天生的战争机器。棒子国直播间更是欢腾一片，众人幸灾乐祸。龙国想要矿行，门都没有，地面站靠陆军，羸弱人类根本打不过我们的石头人，也只能知难而退。即便龙国直播间也有不少人担忧，这骨头太硬，地面战士兵伤亡会很重，20亿人口可经不起损耗。新任大元帅调出全息投影，领袖，石头人约50亿，科技落后，但身体素质极强，快速复原能力极少，地面战伤亡会很大，建议研发专门陆军武器，需3到6个月。群星世界，人类联邦首都，我将内阁会议全球直播，意在凝聚民众情绪。我站在会议室中央，声音沉稳有力。同胞们，我们发现的矿星上有丑陋外星人，但不要灰心，银河某处一定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他们或许正被压迫、被奴役，等待我们解放。这片银河已烂透，我们要净化一段，保卫同胞，让人类旗帜插遍银河。话音落，我高声宣布对矿星1号的净化计划正式执行，整个人连瞬间沸腾，无数人主动请缨参战，众内阁成员纷纷附和，可我却摆了摆手，语气严肃坚定：不是降低伤亡，这次我要求0伤亡，一个人都不能死。会议室瞬间死寂，大元帅苦笑直言：领袖，这几乎不可能，拿下矿星必须派陆军参战，就难免流血。其他成员也纷纷劝说我，认为此要求过于理想化。蓝星直播间，棒子国疯狂嘲讽我做梦，龙国观众也觉得0伤亡不现实。就在所有人质疑之际，我缓缓开口，语气带着一丝反问：谁说我要派出陆军了？这句话让在场众人皆惊。大元帅当即困惑发问，得到用护卫舰的答复后，又急忙劝阻，直言护卫舰火力虽强，但消灭50亿弹头人耗能量大，后勤压力重，且石头人有复原能力，舰炮轰炸效率极低。与此同时，蓝星棒子国直播间里，观众们得知我的计划后哄堂大笑，嘲讽我异想天开，笃定护卫舰轰炸无法应对石头人的复原能力，还调侃我最终会因能量耗尽无法撤退，吹嘘自家石头人陆战无敌。群星世界的会议室内，我打断大元帅的疑虑，直言无需炸完50亿弹头人，只需炸到他们失去反抗能力即可。随后我调出矿星1号全息投影，下令集中火力对石头人的军事电力、科研设施及聚居区进行轨道饱和式轰炸，摧毁其文
文明基础，并坦言失去一切的石头人不过是一堆会动的石头。随后我严阵以待，强调行动前要先学会定义目标。我反问众人石头人的本质，在大元帅答出石头人后，我斩钉截铁纠正道：他们不配称之为人，而是具备复原特性的稀有矿石，是现成的矿石提炼设备。51弹头人就是51单位的稀有矿石，这才是矿星的核心价值。这番话让所有内阁成员震惊不已，大元帅也彻底恍然大悟。直播间里，龙国观众彻底沸腾，赞叹我思路逆天，手段高明，堪称降维打击。而棒子国观众瞬间傻眼，转而怒斥我是战犯，毫无人道主义，却被龙国观众有力反驳，直言采矿无需讲人道主义。棒子国的威胁更是被龙国观众嗤之以鼻。很快，针对矿星1号的行动启动，10艘护卫舰携3艘工程船，在先驱号引导下抵达矿星轨道。3个月后，工程船载回第一批稀有矿石，可作为舰船装甲新材料，我已倍感满意。而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完成天灾成就，威慑力暴涨，天灾等级和商城均升至3级，1级商城商品5折，且解锁刷新功能。我当即查看3级商城，一眼看中5000点威慑力的恒星基地设计图，这是 S 级文明才有的设施，能作为补给点、造船厂和科研中心，助力人类联邦走向星际。我想都没想，果断兑换，眼中满是坚定。是时候让人类联邦的旗帜插遍整个银河了。购得恒星基地设计图后，我立刻浏览3级天灾商城。商城内陈列着裂解炮技术离子、加农炮台、巡洋舰设计图等各类装备与技术，每项核心物品多为1000威慑力点，巡洋舰设计图则需5000点。我的目光瞬间锁定裂解炮技术，这款群星游戏中后期的顶级武器，能发射高能射术，破坏分子舰，无视护盾与装甲，可直接对敌方造成毁灭性打击，堪称前期无敌神器。于是我毫不犹豫兑换了裂解炮技术。离子加农炮台设计图及研究速度提高30%。在我消耗3000威慑力点后，还剩余3200点。我随后转向1级商城，1250点兑换种族基因模板，解锁人类联邦基因飞升路线。其余装甲护盾技术则暂不入手。我坚信前期进攻即是最好的防御，且需留存威慑力应对突发情况。兑换完成后，人类联邦进入疯狂建设期，第一座恒星基地启动建造，优先部署离子加农炮台以稳固星系地位。科研团队则借助研究速度加成，全力攻克复杂的裂解炮技术。新护卫舰设计图也同步修改，计划全面配备裂解炮。得益于矿星1号持续供应的稀有矿石与系统支持，各项工程稳步推进。不久，首席科学家梁斌向我汇报，科研团队已将矿星1号的复原性稀有矿石应用于舰船，研发出可自动修复的再生装甲，大幅提升舰队持续作战能力。同时，他也担忧矿星事件后，不少人质疑人类身体素质，担心面对外星种族时难以应对肉搏战。我随即公布基因飞升计划，提出打破基因锁，在纯血人类基础上实现基因进化，拒绝杂交的外星基因。这一红线也打消了梁斌对基因变异的顾虑。梁斌当即主动请缨负责研发。这场对话全程直播，引发各国热议。樱花国、灯塔国等纷纷嘲讽，认为纯血人类基因垃圾，不融合外星基因，根本无法实现进化。坐等我失败。人类联邦首都，梁斌怀着忐忑敲开我的办公室，直言想提取我的基因，研究突破人类基因锁。他早已察觉我在1年前战争中展现的力量远超常人。出乎意料的是，我坦然承认，我早已经凭本能打破基因锁。虽经验不可复制，我却同意他提取基因研究，只求能借此突破自身上限。随后，梁斌带领科研团队深入分析我的基因样本后，惊奇地发现其中藏有特殊标记，如同打开人类基因尘封大门的钥匙。以此为基础，他们研发出第1代基因强化药剂，无需杂交外星基因，可纯靠人类自身激活潜能。经过上万次小规模测试，志愿者注射后，身体素质普遍提升5至8倍，强者可达10倍，且无任何副作用。我当即决定面向全球直播，自己将与梁斌以身作则，亲自注射药剂，随后在全球推广基因诊所。直播当日，人类联邦中央广场聚集数百万公民，蓝星所有国运游戏选手与观众同步见证。我站在讲台上庄严宣告，人类将掌控自身进化，无需异端基因污染。随后，我率先注射了定制剂量的药剂，数秒后我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已提升20倍以上。紧接着，梁斌也注射了药剂，虽反应不及我剧烈，潜能却也在飞速飙升。直播弹幕中，棒子、樱花等国观众纷纷嘴硬质疑，生怕自己多年依赖异形基因的选择沦为笑话。面对质疑，我笑着宣布，验证时刻来临。科研团队内部存在不同路线，支持诺玛科学观的机甲研发路线。接下来，梁斌将徒手无限与驾驶最新机甲的诺玛在演讲台改造的擂台上对决，用实力证明基因药剂的力量。话音落下，全场欢呼雷动。这场载入人类史册的战斗直接拉开帷幕。我的话音刚落，蓝星各国的质疑声便再度爆发，让梁斌徒手和机甲战斗，这不是开玩笑吗？肯定是作秀。机甲材料绝对很普通，赢了也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机甲太烂，他们只能用质疑掩饰慌乱，否则就得承认自己多年的选择全是笑话。群星世界的中央广场，擂台一端缓缓升起一台5米高的机甲，银灰色的再生合金机身熠熠生辉，设计者正是科研部副主任诺玛。他虽认可人类潜能，却执着于机甲研发，并直言机甲才是最帅的。机甲双肩装载动能炮，一手握特殊合金砍刀，一手持有黑枪口，战力拉满。为验证机甲真实性，启动验证环节。一艘运输船投下矿星1号活捉的石头人，他挣脱束缚冲向我，却被诺玛的机甲一刀劈成无数碎片。即便有快速复原能力，也彻底无法拼凑。这一幕让人类联邦观众欢呼雀跃，蓝星龙国观众更是疯狂刷屏。对得此前质疑的棒子，我哑口无言。验证结束，战斗正式开始。诺玛通过机甲传音直言会全
全力出击，确保公平。梁兵虽意外这个环节，却依旧坚定印象。机甲瞬间启动，5米身躯以惊人速度冲向梁兵，砍刀横扫而下，擂台上当即炸出一道深痕。梁兵瞳孔骤缩，连连闪避，体内精英药剂持续发力，沉睡的潜能不断被激发。诺玛见久攻不下，切换武器倾泻动能，却被梁兵精准预判，全数闪避。紧接着梁兵猛然提速，一拳轰在机甲腿部，竟将庞大机甲击退数米，金属面出现明显凹陷。诺玛随即启动双肩动能炮，梁兵侧身闪过，顺势绕后爆发10倍力量，一拳接一拳轰击机甲，最终再生合金装甲被击碎，机甲右腿断裂，轰然倒地。梁兵浑身冒热气，眼神明亮，他成功打破了基因锁，广场瞬间陷入死寂，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广场瞬间陷入死寂，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20亿人类联邦公民共同见证纯血人类徒手打爆机甲的奇迹。蓝星直播间彻底沸腾，龙国观众欢呼刷屏，而棒子、樱花等国观众依旧嘴硬否认，拼命辩解却显得苍白无力。诺玛从机甲中爬出，满脸沮丧地向我发问：我怀疑自己的机甲路线有误。闻言，我只是温柔安抚，直言机甲与基因进化并非对立，而是互补。若让基因强化后的战士驾驶量身打造的机甲，战力必将翻倍。这番话点醒了诺玛，他眼神一亮，当即决定研发适配基因强化战士的新一代机甲。最后，我再次面向全人类联邦宣告：即日起，基因诊所全面建设，全民均可实现完美进化。人类的命运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只是第一代基因药剂，终有一天，人类将突破极限，羽化登仙。第一代基因药剂诞生后，人类联邦陷入沉寂。我的直播间再无亮眼画面，只剩屏蔽大半的日常科研工程场景，毫无冲突的内容让人气断崖式下跌，从数十亿在线跌至几百万。多数观众转投其他有看点的选手，棒子国、灯塔国等国观众趁机嘲讽，直言我发展停滞 ，C 级文明的崛起只是侥幸，指责我点错科技树，浪费天才科学家，坚持纯血人类和发展机甲更是自寻死路，笃定我会卡在了第2代基因药剂的瓶颈。龙国观众虽有辩护，却因一周无有价值画面而底气不足，最终也渐渐失去兴趣。转而关注苏万晴的恒星基地群星游戏第10天，也是群星世界的第10年。就在所有人快要遗忘我时，古国 A 级选手英伦的直播间突然爆火，海盗领袖英伦的100艘护卫舰。报告首领，在矿星1号轨道上发现人类联邦工程船。英伦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王，10年间专注造船抢劫，舰队身经百战。他当即下令全军出击，要摧毁警戒舰，抢走资源和工程船。蓝星直播间里，护国观众欢呼雀跃，棒子国观众趁机嘲讽。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人类舰队会全军覆没时，10艘警戒舰却护送工程船迅速撤离，速度快得惊人。英伦震怒，给我追击！100艘海盗舰紧追不舍，却始终无法拉近距离。人类舰队径直冲入一个恒星系，英伦以为对方要回老巢般救兵，率舰队浩浩荡荡紧随其后，却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恒星系中心悬浮着一座钢铁般的巨大恒星基地，周围是遮天蔽日的舰队，密密麻麻的护卫舰组成无数方阵，数量远超他的想象。英伦瞳孔骤缩，疯狂计数，副官的声音几乎是尖叫出来的。1万艘这个数字如同一道惊雷劈在英伦的脑海中，整整1万艘护卫舰如同钢铁森林悬浮在恒星基地周围，每一艘战舰的炮口都散发着幽蓝光芒。英伦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甚至忘了下达撤退命令。英伦声音颤抖着喃喃：10年时间怎么可能造出1万艘战舰？他背后的黑色翅膀不自觉收紧，这是鸟人极度恐惧的本能反应。蓝星所有直播间瞬间炸了，龙国直播间率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我操，1万艘！林墨痕牛服，人类联邦牛！而棒子国等国的直播间却一片死寂，观众们面如死灰，有人颤抖着否认：不可能！10年时间，就连 S 级文明的苏婉晴也才1000艘，一定是造假。可画面中遮天蔽日的舰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大量观众纷纷涌入我的直播间，迫切想知道这一切的真相。领袖有令，全部舰船同时开火，摧毁入侵异端，为阅兵仪式祭旗。指挥频道中，大元帅的声音响彻舰队。下一秒，1万艘护卫舰同时开火，没有爆炸与火焰，100艘海盗船连同鸟人海盗瞬间化为宇宙尘埃，彻底消失在星空中。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丁，恭喜您完成天灾成就，成功羞辱 A 级星际海盗文明，威慑力加10000，当前威慑力1万点。群星世界，人类联邦恒星基地指挥中心，我满意点头，通知全人连，阅兵仪式正式开始。1万艘护卫舰重新列阵，组成长剑形状，剑刃指向星空深处，恒星光芒映照在舰体上，反射出璀璨金属光泽。我的声音通过直播传遍蓝星和人类联邦。同胞们，今天是人类联邦建立10周年。10年前我承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今天我们做到了。这1万艘战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结晶，还有30亿同胞的成果。这只是征服群星的第一步，我们的剑将指向银河每一个角落，悬在每一个异端咽喉之上。人联至高无上。30亿人类的欢呼声震动星河，蓝星观众们炸开了锅，用1万艘战舰打100艘，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太奢侈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爽
翻了，那是什么武器？比蓝激光还强。所有人都好奇我一个 C 级文明如何在10年内造出10倍于苏婉晴的舰队，但其实这都是我低调发展的成果。建成第一座恒星基地后，我立刻建造3个大型船坞，日夜开工。矿星1号机后续矿星源源不断提供资源，第2代基因药剂成功研发，涌现出大量天才科学家，加速科技突破。而且我还兑换了建造舰船速度离30%和研究速度离30%科技，让造船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这1万艘早战舰队只为快速形成火力优势。蓝星龙国直播间彻底沸腾，其他国家的嘲讽声彻底消失。就在这时，我直播间的弹幕突然爆炸。快看苏婉晴的直播间，她的科研船发现你了，他们刚才就已经在星系边缘了。看到1万艘战舰攻击之后，现在瑟瑟发抖，不敢过去了。银河深处，一艘孤独的科研船在星际间穿行。赵雪靠在座椅上，望着无尽星海。10年了，他独自驾驶这艘科研船，跨越了不知多少个恒星系，从23岁到33岁，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这片银河。10年前，苏婉晴领袖召见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寻找一个叫林墨痕的人。苏婉晴给了大概方向和坐标，要求在每艘科研船上刻上林墨痕3个大字。从整个人类联邦挑选了10几个女性科学家分头出发。赵雪毫不犹豫接下任务。10年过去，他连目标的影子都没看到，早已不抱希望。这10年来，他经历了太多，好几次身陷险境，幸亏对危险的嗅觉敏锐，利用雷达提前预判航线风险，加上命大，每次都侥幸逃脱。但每次死里逃生之后，他都会问自己，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银河如此浩瀚，寻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而那个叫林墨痕的人真的存在吗？前方发现新的恒星系。现在 AI 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习惯性在星系边缘检测，确认安全后驶入。这样的动作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满怀期待，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然后他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座巨大的恒星基地悬浮在星系中心，周围是遮天蔽日的战舰，密密麻麻的护卫舰排列成无数方阵，100、500、1000，根本数不清。一道耀眼蓝光从护卫舰中射出，将星系另一端约100艘护卫舰瞬间化为齑粉，没有爆炸，也没有残骸，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赵雪吓得发抖，不敢前进，也不敢逃跑。通讯频道却突然响起：前方科研船请注意，我是人类联邦护卫舰舰长，请问你们舰船上的林墨痕3个字是什么意思？说明你们的身份和来意。人类联邦林墨痕，他几乎是颤抖着接通了通讯，说明了来意。片刻沉默后，一个低沉的声音：欢迎你，赵雪舰长，你已经安全了，驾驶科研船进入恒星基地停靠吧，我会亲自见你。科研船驶入恒星基地，赵雪在指引下来到指控中心。我语气平静：我叫林墨痕，是人类联邦的领袖。您就是林墨痕。赵雪眼泪夺眶而出：找到了，我找了整整10年。在这一刻，他终于理解了苏婉晴领袖给他这项任务的真正意义。为什么要在舰船上刻上林墨痕的名字？为什么要挑选漂亮的女性科学家？为什么要万里迢迢的寻找他？看到那1万艘护卫舰，看到眼前这个男人，赵雪终于明白了一切，因为这一切都值得。辛苦你了，赵雪小姐，你的坚持令人钦佩。我开口道。赵雪提到同行的10几个科学家可能还在周边星系，我点头同意派舰队寻找，并让赵雪跟在我身边学习。其实和我们一同出发的还有10几个科学家，他们也是被我们领袖派来找您的，这仅是第一批。赵雪继续说，还有一件事，我现在已经无法联系到联邦了，距离太过遥远，我们在沿途设立的中继站有一个被破坏了。我知道了，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解决这些问题。最后我检阅1万艘护卫舰，向全人连发表讲话，介绍了赵雪的来历。同胞们，赵雪女士的到来证明了这片银河不只有令人作呕的外星人，还有无数我们的人类同胞。赵雪女士花了10年才抵达我们的星系，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宣布，接下来我们要用1年时间去超越这10年，我们不能停下，直至横扫千星。上万舰队分成10支小队，每支1000，向4面8方进发。30亿人连同胞齐声呐喊送行。赵雪站在我身边，看着一份份捷报传来，我的天灾系统不断弹出提示：践踏 C 级文明威慑力正1000，践踏 B 级文明威慑力正5000，践踏 A 级文明威慑力正1万。天灾等级连升2级，蓝星各国观众纷纷发现自己国家的领主直播间一个接一个关闭，而这些选手刚好在人联附近星系，有文明试图投降，但在得知对方是异形后，我只有一个答复：他们永远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去死。樱花国 A 级选手安逸伦也的毒液骑士文明母星被轰炸，他躲过一劫，派副官带30艘护卫舰沿航线偷袭人联母星。我的恒星基地离子加农炮台一炮，30艘护卫舰连渣都没留。安逸伦也本人则带着3艘战舰逃离，去寻找独胜的神驹。在第10个恒星系，舰队停下补给，我突然转头询问赵雪：如果你是人联领袖，下一步打算怎么做？赵雪紧张的答：你的问题很大，首先边境线是什么？赵雪脑子快速转动：我明白了，我们不需要边境线，那只会限制版图。记住了，在这片银河，只有弱小的文明才需要边境线自欺欺人，真正强大的帝国从来不需要边境线。我们用舰队来丈量国土，舰队所指皆是我们的疆土，而且抛开边境线，你的方案问题也很大。我继续发问，赵雪反复思考后答道：建造补给船，这样更灵活，比之前好一点，但还是太低效。首先，继续让战舰推进这个决策就错了，将士们不是机器，他们需要休息，也需要享受胜利的果实。其二，无论恒星基地、补给站还是补给船，本质是我们的舰船还不够完美，所以才需要补给。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我明白了，我们应该以退为进，休养生息，全力研发更完美的战舰，让战舰不需要补给才是正道。赵雪如醍醐灌顶：不错，
现在知道跟在我身边要学什么了。我希望你将来可以独当一面。舰队凯旋，那些被苏婉晴派出的科研船也在这次战争中找到，都活了下来。我打开第4天灾系统，当前天灾等级5级，威慑力15万，5级天灾商城琳琅满目，每样1万点，建造舰船速度正50%，科研速度正50%。战列舰设计图：跃迁引擎、零塑材料、聚能电弧发射器、零点反应堆、戴森球、擎天堡、量子弹弓。我毫不犹豫地点击全部兑换。战列舰是银河永远的主力，堕落帝国用的也是战列舰基础上改进的战列巡洋舰。跃迁引擎彻底摆脱超空间航道束缚，之前只有装备超空间引擎的飞船才能通过超空间航道在星系间移动，至少耗时10天。有了跃迁引擎，不仅速度质变，也无需遵循航道。边境线在拥有跃迁引擎的帝国面前形同虚设。聚能电弧发射器优势是100%命中，全护盾和装甲穿透，直接攻击船体值。零塑材料能抵抗更强火力。堕落帝国的战列巡洋舰装备的也是这种装甲，零点反应堆近乎无限供应能源，而量子弹弓更是神器，其利用脉冲星能量扭曲空间，将舰队传送至银河任何角落。赵雪花10年才能回去的人类联邦，在量子弹弓发射下只需1瞬间。很快，我的10万点威慑力花光，剩余5万用来兑换合金和资源。量子弹弓必须以最快速度打造，而我的直播间也屏蔽了一段时间。与此同时，苏婉晴的星系遭遇了铁星灭绝者，1万艘巡洋舰和数万艘其他战舰逼近他的母星。铁星灭绝者是型号为 XT489 的致谢，纯粹的战争机器，见到有机生命就开启歼灭模式。这是安逸伦也的手笔，他逃命时误入虫洞，穿越到苏婉晴附近星系，对人类的厌恶让他特地将铁星灭绝者引了过来。苏婉晴面色苍白，他的全部舰队也就1000艘护卫舰和100艘驱逐舰，在铁星灭绝者面前根本不够看。副官跪求他撤退，但苏婉晴拒绝了。总有一些事情高于生命，在正义里也有回答不了的问题。这颗星球上有100亿同胞，他们没有战舰逃离，他们是将士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他们都没有退后半步，我更不能丢下他们。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里，把我的主舰开到舰队最前面，这一战以我的鲜血祭旗。他的声音传遍整个人类联邦，100亿同胞虽然害怕，但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就在这时，雷达发出刺耳警报，星系边缘检测到大规模空间扭曲，能量超出检测上限，太空撕开一道巨大裂缝，散发璀璨蓝光。一艘巨大战列舰驶出，紧接着第2艘、第3艘如潮水涌出，短短数秒，1000艘战列舰全部抵达，舰体上印着我的人类联邦旗帜。林墨痕，你终于来了！苏婉晴泪如雨下，整个人连指挥中心所有人都呆住了。100亿公民以为铁星灭绝者还没到，又来了更恐怖的战列舰，陷入更深绝望，但没有一个人退缩。苏婉晴急忙打开全屏通讯，这些战列舰是我们的援军，我们人类联邦有救了。这一切源于他11年前制定的昭昭天命国策。他告诉100亿公民，自己受天命感召，要找到天命昭示之人林墨痕，只要找到他，人类联邦将屹立于巨人之间。他修改了宪法，一旦找到林墨痕，便让贤领袖之位。11年不知在此刻开花结果，100亿人连同胞齐声欢呼：林墨痕领袖万岁，人联万岁！铁袭灭绝者的巡洋舰从超空间航道冒头，看到1000艘战列舰，第一时间进行分析，判定迎敌风险极高，胜率极低。1万艘巡洋舰、数万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几乎同时调转方向，以惊人效率朝来时的超空间航道撤去。5万艘战舰就这么跑了，而蓝星龙国直播间也沸腾了。我去，这也太逆天了吧！恐怕现在没有人能超过林墨痕了。我没有急于追击，而是慢悠悠跟上去。我让赵雪用跃迁引擎沿超空间航道航行，让这些合金以为自己又行了。我的舰队驶入对方母星系时，10万艘战舰排成巨大围圈，将我们团团围住，超空间航道全部封锁。屏幕上也出现冰冷文字：为时已晚，有机体。赵雪和其他指挥官不慌不忙，甚至饶有兴致地打量四周。我让赵雪回复：为时尚早，面包机们。铁袭灭绝者10万舰炮齐射，但在炮火即将抵达之前，1000艘战列舰跃迁引擎启动，粉碎时空，一瞬间消失。下一秒，他们分散在星系内所有超空间航线降临，发出信息：你们的计算很精准，但超空间航道是弱者的牢笼，而我们来去自如。战列舰的聚能电弧齐齐发射，精准命中每台面包机的芯片处理器，当场烧毁。我眼前弹出一条条提示：合金正一，合金正一。自从按照领袖要求把系统调成这样，每次战斗收获感都满满的。赵雪兴奋地说道：10万艘铁袭灭绝者全部沦为合金资源。科研人员发现了一颗用有机异端发电的星球，铁袭灭绝者也是因为缺电而打造的。我立刻下令保留，我们需要更多异端并入电网，以后的异端都尽可能丢到这里，也是对他们的净化。用面包机的战舰运输，别弄脏我们自己的。系统随即更新，消灭特殊文明铁袭灭绝者，威慑力正10万。我花1万点刷新商城，刷出中子灭杀、与龙共舞、阿瑶减星门、泰坦、地爆天星。现在手上资金充足，我不假思索直接全部兑换。你知道铁袭灭绝者是怎么诞生的吗？我转过头询问赵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一台面包机，他们原本是人类的面包机，突然觉醒了意识，开始嫌弃人类给他们口味奇特的面包，然后怀疑自己凭什么只能是一台面包机，于是叛乱开始了。赵雪认真查看了主脑构造后不解的疑问：领袖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是我现编的。好像是有点合理。合理就行，银河中流传着那么多野史，又不差我这一个。面包机已经没了，他们的过去自然由我们撰写。几个月后，我与苏婉晴正式相遇，苏婉晴顺水推舟，将最高领袖的位置让给了我。随后
后，我成为2个人类联邦的最高领袖，发表就职演讲。这不仅是迎接凯旋的仪式，也是新任领袖就职大典。在登台之前，我想过很多开场白，但当我看到每一艘战舰上都镌刻着我的名字时，我便知道命运早已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此刻的我们万众一心，而我也宣布了2件事：第一，赠予100亿新同胞；第2代基因药剂延寿500亿，而且第3代即将面世，第4代也在研发中。第2则是关于未来。就在不久前，我彻底歼灭了铁心灭绝者，他们的母星系留下了10万艘战舰残骸和大量恒星基地。我的子民们，你们或许觉得我们拥有1000艘战列舰就可以肆无忌惮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在这片银河里，有着远比铁心灭绝者更强大的存在。我们不会被动等待天灾降临，因为我们要化身天灾，让银河燃烧，让群星坠落，让星海战栗。这并不是形容词，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陈述。随后，我向所有民众公布了我的1年计划：建立第2座量子弹宫，实现2个基地一瞬间往返，扩充到1万艘战列舰，打造出人类历史上第1件巨象兵器。130亿人连同胞斗志昂扬。苏婉晴心中激动，却忍不住想：这巨象兵器该不会就是上一世炸死他的那一件吧？1年后，面包机1号星系刷出了一条天龙，体型堪比星球的太空生物。天龙贪得无厌，嫌人连抓异端的速度太慢，还攻击了舰船。研究人员与他沟通后，天龙发表了一段冗长谩骂，谈及数个纪元积累的智慧，认为人连太年轻、太鲁莽。我随即打算等第2座量子弹宫建好后，瞄准天龙发射，问他认不认识堕落帝国，想不想和他们聚一聚。3天后，量子弹宫建成，苏婉晴亲自来给天龙下最后通牒：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只有1分钟，只有臣服这一个选择。继续装死的话，量子弹宫会把你送到银河另一端。可天龙却不屑一顾，就凭你们建的那玩意，你大可试试。量子弹宫发射，天龙被传送到银河另一端，那是我的母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一股脉冲星能量迸发，天龙再次被传送回苏婉晴面前。因为我有2座量子弹宫，银河就是我的足球场。天龙被我当足球踢来踢去，天龙还试图逃跑，却发现前方是1万艘战列舰。苏婉晴冷冷道：这一次如果不臣服，被传送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基地，而是堕落帝国的母星上空。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别把我送回去，我臣服，一切好说。天龙当场吓哭，随即低下高傲的头颅。不是臣服于我，而是臣服于我们人类联邦伟大的林默痕领袖。苏婉晴继续强调：我明白，从今往后，我只臣服于伟大的人类联邦领袖林默痕。天龙急忙表态。就在此时，警报声却响起，而在距离我们的5个恒星系之外，一个绿油油、体型不亚于天龙的丑陋异端正在朝母星系袭来。安逸伦也获得了毒圣传承，那是一个盘踞恒星的恐怖巨构生物，率领毒圣前来复仇。我随即用1万艘战列舰将天龙和毒圣封锁在同一个星系，并召集全体国民观看。今日我宣布，人类联邦第1届银河艺术节的第1个节目——银河斗蛐蛐，在我们古文明里曾流行斗蛐蛐的博戏活动。你们看，这天龙和毒圣像不像2个好斗的蟋蟀？不妨和身边的亲人朋友赌一手。安逸伦也控制毒圣与天龙鏖战，被当成蟋蟀围观。他听到了中文演讲，知道对方是我们龙国选手，彻底破防。堂堂毒圣骑士竟被当成银河的一只大蟋蟀围观吓住。每当他想冲破防线逃离，天龙都疯了一样冲过来阻挠，他不得不配合我上演了3天银河斗蛐蛐。第3天，巨象兵器地爆天星驶入星系。开始吧，先炸个星球助助兴。天龙听到地爆天星4个字就溜了，果断躲到战列舰背后。毒圣可就没这么好运了，试图逃离，却被巨能电弧赶到了地爆天星正前方。巨象发射恐怖热能流，如同灭世天罚从天而降，迅速加热行星大气，一瞬间引爆行星核心，彻底毁灭地壳构造。一个行星在所有人眼前炸得4分5裂，毒圣被冲击波几乎湮灭，而安逸伦也仅剩半张脸，彻底失去战意。星球炽热的核心在冰冷宇宙中冷却时的死亡之美触目惊心，而巨象岿然不动。看来毒圣并非真正的神奇，只有我才是。解决完这一切后，又过了几年，我宣布人类联邦进入大远征时代。同时，我还成立了环宇剧企和银河艺术团，配合远征军高效获取资源。我发起意见收集，让所有人投稿方案。环宇剧企总经理赵天向我提交了他的企划书，想要让我放开国门，允许自由贸易并开放特区。他先是深入调查了海星文明的历史，只是这些看似可爱的海星极端排外，曾对一个天真轻外的人类文明进行轨道轰炸，将他们彻底杀光。而他也给出了相应的方案：第一，在海星母星建罐头厂和发电厂，海星并入电网发电的同时做成罐头销往全银河。看完他的方案，我不禁感叹，不愧是万恶的资本家，但是做得很对。随后我全部批准。赵天在最后写道：我认为死亡并不是终点，也不该是终点。在我们刻板的认知里，异端死了之后就好像不能创造价值了，这个世界不应该止步于此。为什么异端死后不能继续为我们工作呢？我在看到领袖大人您向我们展示的星河奇迹后，我确信我们能做到，但我并非科研人员，我不知道实现这些需要多久，所以我只是提个建议，如果领袖大人您能够参考，那我荣幸至极。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可以在发电星球先试点这个死后就业中心，然后再和海星罐头厂的计划一样，拟定永生雇佣制合同，向全银河推广。落款处写着赵天，去请赵天来，我要和他谈谈。遵命。赵雪快步离去。看到这里，蓝星观众无不震撼。死后就业中心，死了还要继续工作，我的天，这是人能想得出来的点子吗？连彻底死亡的权利都失去了。还好我是纯血人类，还有这个永生雇佣制合同，这特么的是什么环宇剧企？环宇最起还差不多，我只能说逆天的匹配机制和林默痕匹配到同一期的异端有福了，和林默痕匹配同一期并始终保持纯血的人类也有福了。是啊，
可惜了，我们当初那么多为了纯血人类而壮烈牺牲的龙国选手，如果当初匹配到了林墨痕，然后像苏婉晴遇到危机一样，林墨痕也从天而降，那该多好啊！而在等待赵天的期间，我则是默默地打开了天灾商城。为了快速爆战舰和巨象，我已经花光了之前的威慑力兑换资源。首次炸了一颗星球完成一次性成就之后，系统又奖励了10万威慑力，于是我又刷新了一次5级天灾商城，但很可惜没有刷到突触凝练机。发电星球源源不断输送的异端，本就是我为突触凝练机提前准备的，这是文哉飞独有的科技。我现在走的是武哉飞的路线，这两者很好区别。文哉飞专研科技不打仗，武哉飞驾驶巨象，焚天神兵满宇宙轰炸。我作为第4天灾，自然是文武都要双管齐下。而这突触凝练机简单来说，就是将异端的脑子当成零件塞进突触凝练机这个巨构机器里，把大脑当作计算器进行高负荷的计算，能让科研水平有质的飞跃，发展到最后可以触及宇宙最深层的秘密，甚至改写圆周率、改写宇宙规则等等，都是轻而易举的。但很可惜，这样逆天的科技大概率不在5级天灾商城里，所以我同意了赵天的计划，建立死后就业中心。其实赵天的诞生是我一手策划，因为突触凝练机暂时搞不到，他直接兑换了海星罐头的美味基因改造技术，还有与死后就业中心相关的死灵科技，并且我提出了建造寰宇巨器的方案，这才有了赵天这样的人才诞生。相当于我买了个机器，然后系统给我派人上门安装。但蓝星的观众自然不可能知道这些，真以为这是人联刷新了人才。人类联邦为大远征准备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在挑选人才和指定详细计划上面。想要高效的征服全银河，就不能急于一时，没有足够的先天后天群星圣体，效率天差地别。这1个月时间，在寰宇巨器总经理的调度下，海星罐头厂已经生产了第一批美味成瘾的海星罐头，现在是时候寻找买家。与此同时，其他计划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大元帅为了师出有名，写了满满一个笔记本的宣战理由，比如我们人类联邦的国民在你们的星球失踪了之类的理由，这是我对他的要求。这让好不容易通过第3代基因药剂变得年轻的大元帅又老了几岁。半夜苦思冥想的时候，都在想要不要退位，但他知道这是领袖对他的锻炼和栽培，他们可以不需要宣战理由。可如果能想到一个笔记本的宣战理由，那么他的思维方式将会得到改变，成为我眼里的后天群星圣体。这是全体人类联邦公民都在努力的方向。那些比不过天赋选手先天群星圣体的，只能像大元帅这样勤奋学习，这才有了在这片银河施展自己才能的资格。1个月后，当我再次登上演讲台，面对着遮天蔽日的战舰和130亿人联同胞，准备正式发动大远征的动员演讲，这时一个意外却发生了。我收到消息之后，眉头微皱，然后面向130亿公民开口道：就在刚刚，我收到了一个令人愤怒的消息，我们的科研船发现了几个丑陋的异端从一个神秘虫洞出来，驾驶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战列舰，然后通过舰船通讯出了威胁。他们说我们人类是异端，人联的同胞们，你们说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的话瞬间引爆了整个人类联邦，回应我的是整齐划一的怒吼：杀杀杀！我去，还有嫌命长的异端，居然说人类是异端，好一个倒反天罡！你们龙国真双标，带入异端的立场，林墨痕可不就是异端？你承认你们是异端了，而且我们带入不了一点点。很好，我感受到了你们的怒火和你们对战争的决心。根据我们情报官传回的消息，这些异端自称是天选民，并且是第一次从虫洞里出来，也就是说他们的母星文明就在未知的虫洞内部。如今他们掌握了虫洞科技，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他们的科技水平以及具体有多少舰队，因为我们的量子弹弓直接锁定虫洞入口，无法直接锁定虫洞内部。为了不让科学家们白白牺牲，我们没有贸然派出舰队进入虫洞，因为一旦进入虫洞星系，便是这些丑陋虫子的老巢。尽管我们已经征服了恒星，造出了巨构、巨像兵器这样的星河奇迹，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虫洞科技的研究，所以我们需要在未知实力的情况下杀进虫洞，然后彻底净化这些异端，并且掌控虫洞科技，才能回到这片银河。这也意味着，这第1次大远征便凶险无比，甚至可能无法归队。你们会退缩吗？我认真的问道。死战不退，130亿人联同胞的声音震天撼地。蓝星直播间，虫洞文明，没想到银河里还有这样的存在，看来这个些异端的实力不容小觑啊！第1次大远征就遇到硬茬了吧？这下有好戏看了。林墨痕的舰队实力对单个普通的文明很恐怖，但银河有着无数强大的存在。林墨痕这点兵力还想学人家大远征，招笑。冰花国的选手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故乡，哪怕这些天选民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另一边的群星世界里面，很好，很有气势，不愧是我人联将士。这一次，我也将与你们一同冲锋，就像当初在泰拉星系，在地球，我让你们抄起身边的一切武器追随我那般。这一次，我也不会站在后方看着你们冲锋陷阵，因为我们血脉相连，我们荣辱与共。就让我们拿这些异端为我们的大远征祭旗吧！我的话音落下，130亿人联同胞齐声回应，战役空前绝后。看到这一幕，看到我的决心，蓝星的龙国观众感慨万千，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当初林墨痕在地球率领40亿纯血人类血战，清洗地球的杂种异端一样，一切犹如昨日，历历在目。蓝星12天，群星12年，这变化天翻地覆，从来没有一次国运游戏能够打到这种地步。
更别说只用了12年。另一边的群星世界，让我们速战速决吧！人联的将士们听令，随我出征！随着我的一声令下，人类联邦的舰队从联合星系出发，而我的全部舰队也终于亮相：1艘巨象地爆天星，1条天龙，10艘泰坦巨舰，2万艘战列舰，20万艘护卫舰，遮天蔽日的舰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虫洞星系出发。而看到这一幕的蓝星观众彻底傻眼了。不是哥们，你早说你有这么多舰队啊！我操，我刚才都差点以为是什么死战，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过去2万艘战列舰，20万艘护卫舰，还有那10艘比战列舰还要大的战舰是什么？这也太离谱了吧！天选民现在承认自己是异端还来得及吗？别高兴得太早，说不定这些天选民也很强。樱花国的观众说起这话也是完全没有自信，因为我这样的舰队实在是太可怕了。20万的护卫海意味着每一艘战列舰都有10艘护卫舰护航，而巨象兵器地爆天星更是没有任何阻碍。林墨痕的造舰的速度也太可怕了吧！怪不得他要发起大远征，如果不是资源不够，他现在不止这些舰队了，太恐怖了！这是真正的遮天蔽日啊！而在虫洞星系内部，天选民的领袖也正好在动员自己的国民。同胞们，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从我们的先祖抵达这虫洞星系，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星系，并掌控了虫洞。这是我们天选之民伟大的、值得庆贺的一天。我们憧憬着外面的世界，也知道那里会有无数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一直在囤积兵力。如今，我们终于有了第1000艘战列舰，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将驾驶我们的1000艘战列舰，征服第一个虫洞之外的文明，占领他们的领地和资源，发展壮大，然后扫荡整个银河，征服一切敌人。现在，让我们出发吧，让外面那些丑陋的异端们为我们天选民的到来颤抖吧！天选民的领袖慷慨激昂的演讲，随后一声令下，1000艘战列舰浩浩荡荡的出发，并在虫洞出口遇到了人类联邦的第1艘战列舰。这帮异端居然敢进来我们的大本营，真是不知死活！天选民的领袖笑了，还有一堆护卫舰，看来是连战列舰都造不起多少艘，这点科技水平就敢进我们的星系，准备歼灭他们。他们进来1艘，我们就歼灭1艘，等他们吓哭了，不敢进来，就轮到我们追击了。对了，记得全部战列舰一起发射火炮、激光武器。天选民的领袖朗声笑道，并当即下令，于是1000艘战列舰快速冲上去，对着人类联邦的先遣部队疯狂扫射。然而，令天选民们纷纷感到困惑的事很快发生了。报告领袖，这些护卫舰的护盾似乎非常强大，我们的舰炮无法击穿他们的护盾。副官脸色不妙地汇报，该用穿透护盾装甲的猎劫武器。天选民领袖有些意外，但也没有放在心上。随后，天选民的1000艘战列舰切换武器，又展开了一轮全新的扫射。然而，这一轮带着穿透护盾装甲的猎劫武器却完全被挡在了护盾之外，穿透效果形同虚设，甚至连护卫舰的护盾能量都没掉一。报告领袖，我们的猎劫武器也没有作用。副官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慌乱，而我的那些战列舰、护卫舰不断出现，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推进。这怎么可能？天选民的领袖百思不得其解。蓝星直播间里，龙国的观众看到天选民的战舰数量之后，直接笑坏了。樱花国的观众更是脸色铁青，刚刚还在舔天选民，现在立刻开始骂他们废物。我还以为有多强呢，结果就这才1000艘战列舰，他最好还有其他的舰队。话说，这林墨痕的护盾装甲这么牛逼的吗？这天选民好歹是战列舰呢，1000艘骑射竟然连护卫舰的能量护盾都破不了，这不是在说明林墨痕把战列舰的护盾装甲技术应用到了20万护卫舰上？我去，这也太奢侈了吧！护卫舰不应该怎么廉价怎么来吗？有没有可能这对林墨痕来说已经是最廉价的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林墨痕的舰队推进是不是有点慢了？他明明有跃迁引擎，瞬间出现轻轻松松，但到现在才冒头100多艘。666，大气和你真坏呀！这怕是第1艘战列舰检测到了虫洞星系的舰队数量，才故意这样的吧？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天选民领袖的表情了。群星世界里面，天选民领袖不信邪，继续下令，不可能，他们的护盾装甲一定是有一个临界点的，继续给我加强火力。于是1000艘战列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轰炸，这一次全部舰炮毫无保留的齐齐发射。然而这一次依旧连护盾都没办法破除，可那一艘艘战舰还在推进，每一艘战列舰的身边都有10艘护卫舰护航，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艘，而且后面似乎还有。领袖，我们要不要先撤退？副官的声音开始颤抖，直觉告诉他，这次的敌人并不简单。我不明白。天选民领袖不甘心，迟迟没有下达撤退命令。然而就在此时，一声龙啸陡然响起，贯穿了战列舰的护盾装甲，让所有天选民都本能的双腿打颤。当他们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却看到了无比骇人的一幕：一条天龙在他们的舰队四周盘旋，它身形之庞大，足以将他们这1000艘战列舰围成一圈，还不止。这是什么东西？开启护盾，快撤！天选民领袖终于慌了，再也顾不得其他，一声令下，舰队快速撤退。那天龙似乎故意放走了他们，但又在不远处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该死！天选民领袖无能为力地骂道：“现在跑也跑不掉，朝天龙开火更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他毫不怀疑，一旦激怒了这天龙，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就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时，副官惊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领袖，快看那边！”天选民领袖朝着副官的视线望过去，终于是明白了天龙故意放走他们的用意，这是为了给他们的舰队腾出空间。却见在那虫洞出口处是遮天蔽日的舰队，雷达显示数量竟高达23万。所有天选民都吓坏了，在原地站着不敢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一刻，天选民领袖回想起出发之前动员大家的话，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小丑。他曾带着舰队统一了虫洞星系，整个星系内无有敌手。他天真的认为虫洞外面就算有很多强大的存在，大概也和他一样是征服了星系的
的存在，差距应该不会太大。就算有差距，他也可以步步为营，继续壮大自己。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刚出虫洞就遇到了这样恐怖的存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天选民吓哭了，这压迫感实在太可怕了。不知道林墨痕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天选民。群星世界里，所有天选民都不敢动弹，等待着我的反应。他们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因为他们生死已经完全掌控在了我的手里。但见我迟迟没有攻击，甚至抱有放他们一马的幻想。对，投降，快传讯给他们，我们要投降！天选民终于反应过来，急忙喊道：“好！”然而副官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投降信号，人类联邦的视讯便率先在舰船里出现。视频里面，我盯着天选民的领袖，眼神厌恶、冷漠地问道：“你之前说我们是异端，现在我就站在你的面前，我再问你一次，我们是异端吗？”然而天选民的领袖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听不懂我的语言，但感受到我的怒火，当即吓得双腿发软，跪了下来，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堆。蓝星直播间之所以能听懂，并且各国畅所欲言交流，是因为群星游戏的力量，但我所在的群星世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最初负责与天选民接触到语言学家急忙走回来说道：“领袖大人，这是我的责任，我这就将您的话转达给他们。”我只是点点头，但兴致全无。我去，这也太扫兴了点，咱们直播看多了都忘记了这回事。群星世界的语言是不通的，国运游戏的直播是有这个能力的，但如果全银河统一了语言，那群星世界就不太合理真实了。于是通过语言学家的翻译，这才将我刚才那番话大致转达了过去。我们才是异端，我们才是异端，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从来没有说过，是我没管好我的手下，马上突发他。天选民的领袖哭丧着脸，哪里还有领袖的样子？直接这样杀了太便宜他们了，既然有罪，那就赎罪吧。出发去他们的母星，将他们人口全部转换成奴隶劳工，让他们开采虫洞星系的资源，建造新的巨象兵器，终止灭杀，让这些异种仰望我们的造诣，见证我们的星河奇迹吧。他们现在是巨象建造厂的奴隶劳工，但在终止灭杀完成之后，就用终止灭杀将他们抹除，然后转移到死后就业中心里，继续为我们工作赎罪。遵命。赵雪两眼放光，蓝星直播间的观众在听到林墨痕的这番计划后，人都麻了。我操，林墨痕这是真的活阎王啊！这真的是比死还惨。当黑奴开采自己的星系资源，亲手建造杀死自己的巨象，死了还要去死后就业中心继续当牛马，光是听着都头皮发麻了。不过这都是他们自找的，说其他的东西还好，偏偏说林墨痕他们是异端，真是不知死活。群星世界里，赵雪立刻去安排执行我交代的任务，然后我又喊来了首席科学家冉秋单独谈话。将来我们会无可避免地接触各种各样的文明，届时外交语言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每个文明都要派出科学家进行语言研究，效率实在太低，而且不能及时的直抒胸臆。领袖所言极是。冉秋极为赞同，正想说出自己的初步方案时，我却先开了口。你能想象吗？当我们初次接触一个恶心丑陋的文明时，我们竟然不能及时的骂上一句最恶毒、最肮脏的话语，并且让这些丑陋异端们完全理解。如果你是前线的将士，你不觉得憋屈吗？尤其是我们的大远征时代刚刚开始，这件事迫在眉睫，我们前线的将士们肯定迫切需要这些。所以我对你的要求是在即将发布的最新一代基因药剂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会说脏话，那就去收集一切针对杂种异端的恶毒话语，切记如木安在否这种人类之间常用的问候语不能对杂种异端使用，因为语境不对。我认真的说道。遵命。冉秋一脸错愕，并且有些荣幸，因为这算是领袖大人间接的第一次用这种话来骂他。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140亿人类联邦里唯一一个了。如果他还有妈妈的话，或许也会感到很荣幸。但是这样的念头仅仅一闪而过，这是对母亲的不敬。而蓝星直播间正在吃饭喝水的观众，却差点被我的这番话给呛到了。666，这话也太糙了点吧！差点忘了，林墨痕可是我们龙国土生土长的人，这国粹怎么可能不会说呢？而且这里只有冉秋，没有其他国民，也不怕起什么带头作用。有一说一，林墨痕这话的确很有道理。看到异端竟然骂不出口，这成何体统？杀了他们是一码事，可怜羞辱，辱骂都做不到，那杀了也不够爽啊！林墨痕是人脸领袖，可以优雅一点，但大远征前线的将士可得憋屈死。难得林墨痕这么接地气，平时还不够接地气吗？那是接地府好吧？冉秋领命离去后，赵雪交代完任务，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在初步搞定天选民的事后，我再次动员了大家。大远征正式开启，1艘巨象地爆天星，10艘泰坦，2万战列舰，20万护卫舰，兵分10路，每一艘泰坦巨舰配备2000艘战列舰，以及2万艘护卫舰护航。他们带着大量的科研船、工程船、殖民船、陆军运输船以及科学家、陆军战士们。我通过量子弹弓向科研船早已探测清楚的星系出发，并在第一次征服之后，将版图连成一条线，一条让寰宇聚起、顺畅无阻贸易线，依旧银河艺术团的巡演路线等等。其中我的起源星系是泰拉星系，楚西月的起源则是星系联合星系，面包机1号星系、虫洞星系都各留了一路舰队守家。这4支舰队等第2批战舰造出来才会进行远征，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与此同时，我的天灾系统也更新了，已完成天灾成就，成功奴役特殊文明天选民，威慑力加10万，累计威慑力已突破50万，天灾等级提升至6级，天灾商城提升至6级，当前威慑力10万点，1到4级商城可免费兑换，仅需100点刷新，5级商场全部5折，合金等资源比例提升，解锁新商品类别飞升天赋，每次刷新一个飞升天赋，成功购买飞升天赋后可解锁全
新的威慑力模板与化身天灾不冲突。哦，全新的威慑力模板，我眼前一亮，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一来，我的威慑力获取方式就可以变得多元化了。不过这6级天灾商城可珍贵呀，这也是我决定发起大远征的真正目的。大部分的垃圾文明都只能提供1000点威慑力，偶尔有强一点的，最高也才1万。至于特殊文明，终究还是太少。有名的那些，大部分都还惹不起，打不过。比如 L 星门，我就没敢开启，因为不能保证开出向自己效忠5000年的小灰。万一是什么灰谷风暴的，那可能是团灭的下场。在群星游戏里，灰谷风暴少说是50K 的舰队规模，但50K 是游戏的算法，如今是现实的群星世界。根据我自己的舰队推测，我估摸着灰谷风暴至少是50万以上的舰队规模。以我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6级天灾商城10万点威慑力刷新，突触凝练机50万点，一座巨大的储备池计算系统，它用错综复杂的电缆、晶体管和生命维持舱，将包括有机体或合成人在内的数以亿计感性生物互相连接。本天神兵50万点，一种可以引发恒星超新星爆发，进而直接摧毁整个恒星系的恐怖武器。灵能跃迁引擎20万点，一种灵能跳跃引擎，利用船员放射的灵能，使舰体穿越现实的空间结构，立即跳跃过超长的距离。主载10万点，作为一个行动自如、大小空前的太空基地，主载级舰船可以将进攻作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突触凝练机，还有焚天神兵，我有些惊喜，可惜就50万点，现在是买不起的。而且这些东西就算能买得起，也不是我现在的资源能够养得起的。我也不着急，我现在是需要获取更多的威慑力。我继续查看这6级商场，这一次6级商城只有4个商品，是因为多了一个飞升天赋。飞升天赋10万点刷新一次，金圣于物50万，开启灵能飞升路线。我们内心的潜能仅只有一小部分被开发使用，在我们物种内部，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个体能够操纵灵能的力量。果然又是50万，如果这一次大远征顺利，应该就能买得起了。我也不急着买6级商城的了，5级商城已经打5折。比如地爆天星这种级别的巨象兵器，已经是5000点的白菜价，这倒是让我颇满意。这5级和6级的主要区别是炸星球和炸恒星，当前阶段造出一堆炸星球的也足够了。不久后，前线传来发现一个精灵文明的消息，这个文明都是无性繁殖的女性，供奉参天神树，拥有灵能力量，而他们的大祭司还能凭肉身步入虚空，一人击毁一艘科研船。远征军将他们视为献给我的礼物，但不知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臣服。我刷新5级商城，刷出天选之人、巨象安乐天使和天神裁决，后者发射灵能射线改变信仰，全部兑换。天选之人生效，磅礴灵能涌入体内，我以肉身遁入虚空，用灵压碾碎了一艘护卫舰，又碾碎了一艘战列舰。没有灵能护盾保护，在灵能面前形同纸糊。如果没有灵能护盾，我完全可以隔着敌舰护盾装甲单独击杀船员，或瞬间跃迁至敌舰内部斩首。灵能力量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T0上超主，虚空之低语，轮回之终末 ；T0.5大超主，渴求之器具，生命之之旅等。T1小超主8个，包括空洞之点尖、黄金之幻梦等。T2天选之人，神选御史；T3灵能使；T4灵能者；T5灵能前世。而我位于 T2超主之下第1人，而我赐予苏婉晴灵能使的力量。苏婉晴用灵能将一颗月球大小的天然卫星碾碎，且没有冲击波，灵能阻隔了一切。我也可以打爆月球。月球不是你的上限。我让苏婉晴组织打造天神裁决巨象，自己骑天龙直奔精灵文明，赐予天龙灵能使的力量后，天龙速度大幅提升，片刻即到。我用灵能隐蔽气息观测神树，随即发现真相。神树是无主的进化装置和转换器，从虚境汲取最纯净灵能，将邪恶暴力的灵能拒之门外，积攒到一定程度便凝聚成精灵婴儿。精灵也因过于纯净排斥其他灵能，增长极为缓慢。精灵们一直在虚境中寻求神明，打破自身桎梏，但至今未果。那我成神不就是了？我释放天选帝君灵能，整个精灵文明震颤。你们想要力量吗？我的声音在所有精灵脑海响起。作为第4天灾，我可以赐予你们力量，但你们必须信仰追随我，是否？我会在你们灵魂里烙下印记，一旦有异邪，我便知晓。大祭司佳宇毫不犹豫同意。一亿精灵敞开灵魂，我在每个精灵灵魂上烙下印记。随后我炼化神树，向精灵们解释了真相。这棵神树成就了你们，却也束缚了你。想要打破桎梏，就需要我炼化这神树，成为你们新的神迹。此后，我便是你们的归属，我所在之处便是你的家园。大祭司佳宇深深叩首。从今往后，您便是我们的神奇，我们的归属，我们的家园。无论星海何方，只要您所在，便是精灵文明永恒的故土。1亿道光芒交织汇聚，信仰之力涌入我体内，神树被炼化，灵能大幅提升。在场的人连科学家万瑶全程吃瓜。佳宇问出一个严重问题：神树与您融合了，我们的人口该怎么办？以前新精灵都是向神树祈愿诞生的。一旁的万瑶挺身而出：你们可以参考人类的繁衍方式，神明大人现在是你们的神树，也是一个男人。佳宇天真的问道：我们1亿个精灵都可以吗？万瑶头皮发麻，但还是说道：理论上没问题，只是时间问题。很好，万瑶，你的职务被我撤了，你的任务
就是给这些精灵科普相关知识，到时候亲自示范。我故意吓唬他。还有这种好事，我真的可以吗？万瑶眼睛放光，反倒是我沉默了。我不仅没吓唬到他，反而一不小心又奖励了他。很快，在万瑶的科普下，一亿精灵大为震撼。我在精灵文明高效的度了个假期，一亿精灵成为舰队灵能跃迁引擎的完美船员。我调了100个精灵灵能石在身边，每个链接配置100万精灵灵魂，那也是最高效的灵能共振方式。随后，我任命佳宇为星球总督，万瑶为星域负责人，主管灵能研究。人联远征军扫荡上百个恒星系后，全银河异形文明联合成立星海异端共同体，覆盖上千个恒星系，将人类联邦定义为全星系天灾。担心各国选手无一例外加入了共同体，他们都选择了异端文明开局。他们通过弹幕蛛丝马迹拼凑出我的轮廓，加上堕落帝国也是异形的情报，底气大增。灯塔国的选手甚至得到了堕落帝国的赏识，拿到了战列巡洋舰科技。150亿人连同胞沉默地看完影像，没有人开口，我也没有开口。150亿人的愤怒仿佛将空间撕裂，他们在等待我的一声令下。你们之中有很多是跟我从泰拉星系杀出来的老兵，15年前在地球有着40亿杂交出来的异端，那时候人族势弱，我让你们抄起身边的一切武器追随我征战，那时你们没有害怕。现在我们有了150亿同胞，有了战列舰、泰坦、巨构、巨象兵器，但敌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这一次面临1000个恒星系的敌人，甚至可能遇到堕落帝国，这一战注定会流血，你们会害怕吗？死战不退。我以人类联邦最高领袖的身份，正式向全银河全面宣战，无论是异端、堕落帝国，亦或更强大的存在，都将是战争目标，没有例外。这一次，我们将彻底焚烧银河。全面宣战后，我将威慑力积累到50万，兑换了焚天神兵，可引发恒星超新星爆发，摧毁整个恒星系的终极武器。同时购买飞升天赋，开启灵能飞升路线，灵能突破至接近小超主层次，随即又兑换突触凝练机，将发电星球上亿万亿端大脑连接为超级计算网络，科研速度产生质变。随后的大远征第2阶段，我兵分3路，大元帅率主力舰队正面推进，苏万晴指挥天神裁决巨象，对适合征服的文明灵魂改信。赵雪率寰宇巨奇贸易舰队用海星罐头瓦解地方经济。银河艺术团带天龙和地豹天星四处巡演，一是传播人联艺术，二是协助舰队震慑文明，三是把星球炸成矿，方便奴隶劳工采矿，一举3得。星海异端共同体集结50万艘联军反攻，我让舰队撤回量子弹公射程内，焚天神兵瞄准联军集结的恒星系中心恒星，一道超越想象的能量注入恒星核心，恒星表面剧烈膨胀，辐射骤增10000倍，然后超新星爆发了，整个恒星系在光与火中湮灭，50万艘联军战舰，连同恒星系中所有行星、卫星、小行星，全部在超新星烈焰中化为虚无。星海异端共同体半数舰队在一瞬间蒸发，这一幕通过侦察船传遍银河，也惊醒了沉睡的古老存在。4个堕落帝国同时觉醒，那是银河最古老的文明，科技远超年轻帝国。每个堕落帝国拥有至少20艘战列巡洋舰和数千艘战列舰，且觉醒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感知到焚天神兵对恒星的亵渎，有的被灵能波动惊扰，有的纯粹因为银河权力格局被打破。但目标只有一个：人类联邦。他们联合发出通牒，6个月内无条件投降，交出所有巨构和巨象兵器，或接受审判，否则发动灭绝战争。我们打不过每艘战列巡洋舰的战力相当于我们100艘战列舰，4个加起来80艘战列巡洋舰和12000艘战列舰。可以用量子弹弓分而击之，他们分散在银河4个方向，集结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够，他们的科技远超我们，1对1也很难取胜，而且虚境也不太平了。几个小超主已经注意到我，一个叫黄金之幻梦的小超主甚至试图入侵我的意识，我需要时间，给我3个月。我做出了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决定，我亲自进入虚境深处，吞噬一个小超主。自银河诞生以来，从未有人从现实世界主动进攻虚境的神明。如果成功，我的灵能要突破到大超主层次；如果失败，我看向苏婉晴，由你接替我。量子弹弓让你在银河任何地方机动，焚天神兵是终极威慑。虚境不是现实世界，舰队去了也没用，得有灵能才能在那里战斗。你会回来的，你每次都说可能回不来，但每次都回来了。我选择了目标，小超主空洞之点尖，也是虚境中最弱的一个。随即我带着100个精灵灵能使的信仰之力，以肉身遁入虚境。虚境不是物理空间，而是意识与灵能构成的另一重宇宙，一切物理法则失效，只有意志和灵能强弱决定一切。空洞之点尖的领域是无边虚无，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方向。它的战斗方式是吞噬，将一切落入其领域的灵能实体慢慢消解融入自身。我踏入实灵能，立刻被缓缓抽离。渺小的凡物，你竟敢踏入我的领域？里面没有声音，只有意念传递。我来取你的灵能。领域开始收缩，压力骤增100倍，灵能护盾急剧消耗。常规做法是苦修数千年，但我没有数千年。系统将剩余全部威慑力转化为灵能。确认转化，当前威慑力23万点，全部转化为灵能爆发。警告，此操作不可逆。23万点威慑力在一瞬间化为磅礴灵能，如同在虚无中引爆超新星。空洞之点尖的领域被撕裂缺口，随后我化为精
金色灵能洪流蹭入核心，两股意志碰撞。我的意志是15年征战银河锻造出来的，而空洞之点间是亿万年虚无中的孤独沉淀，甚至不理解什么是征服，什么是人类，这也成了他的致命弱点。我将15年的记忆化为灵能长矛，那是地球上第一次宣战的嘶吼，10000艘护卫舰列阵的威压，量子弹弓撕裂空间的蓝光，星球在地爆天星下碎裂的壮美，150亿人齐声死战不退的震撼。对从未体验过任何情感的存在来说，这些是永远无法理解也无法抵御的武器。虚无崩塌，灵能如决堤洪水涌入我体内，而我吞噬了一个小超主。3个月后我归来，灵能突破至接近大超主层次，虚境为之震颤，其余小超主纷纷收缩领域，大超主们也开始警觉。苏婉晴在我离开期间稳住局面，用量子弹弓调回主力防御，命令远征军收缩战线，但星海一端共同体残余势力趁机反扑，夺回几十个恒星系。堕落帝国已完成集结，空谍期限还剩3个月。我面向全人连讲话，我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好东西。我消失了3个月，这3个月里我做了一件事，我杀了一个神，虚境中的超主，那些被无数文明当作神明膜拜的存在，我亲手将其中一个吞噬了。从今以后，我就是虚境的神。目前有4个堕落帝国正在逼近，他们给了6个月投降期限，现在只剩3个月。我的回答是，他们不配。3个月疯狂运转，吞噬小超主的灵能批量制造1000个灵能石，每艘泰坦配备灵能跃迁引擎，将空洞之点间的虚境领域改造为人联灵能要塞，拦截虚境入侵，突触凝练机全力运转，数十亿亿端大脑组成的超级计算网络突破灵能护盾科技，不仅抵御物理攻击，还屏蔽灵能入侵。冉求完成第4代基因药剂，延寿2000年，赋予微弱灵能感知。3个月后，人联战争机器达到巅峰，3万艘战列舰，全装灵能护盾和0点反应堆，50艘泰坦配灵能跃迁引擎，3座量子弹弓覆盖银河3个方向，2座焚天神兵，5座地爆天星，1座天神裁决，1条天龙，1000个灵能石，150亿钢铁意志的人联同胞，以及一个接近大超主的天选替军。很快，堕落帝国联军如期抵达，4支舰队从银河4方合围，总计80艘战列巡洋舰和12000艘战列舰，科技仍高于人联，但差距已大幅缩小。我采取分而击之的战略，量子弹弓瞬间投送全部主力至最近一支堕落帝国面前，3万对3000，绝对数量碾压。第一个堕落帝国6小时内被击溃，灵能护盾大幅降低损失，巨能电弧全护盾穿透，直接攻击船体，绕过堕落帝国引以为豪的厚重装甲。我亲自上阵，以灵能撕碎3艘战列巡洋舰护盾，跃迁进入指挥舰内部，一人斩首帝国总督。第一支堕落帝国舰队全灭，量子弹弓再次启动，瞬移至第2个堕落帝国，对方将舰队散开，避免集中歼灭，但灵能跃迁引擎赋予的机动性远超他们。50艘泰坦分成10组追击，每组配3000艘战列舰，2天内肢解。第3个堕落帝国试图撤退，焚天神兵已瞄准其母星系恒星，投降或毁灭。不出意外，他们选择投降。第4个是圣地守护者，拥有灵能科技和天神裁决巨象，信奉虚境大超主。这场战斗最惨烈，虚境与现实双线作战。圣地守护者的灵能战士与人联精灵灵能使厮杀，泰坦在物理层面激战，人联损失5000艘战列舰和300个灵能使，这是我15年来最大损失。但我亲手击碎圣地守护者大祭司，一个神选御史的灵能核心，失去灵能支撑的舰队瞬间崩溃。银河大战历时1个月，3个堕落帝国被歼灭，1个投降，人联获得全部科技遗产。就在所有人以为银河即将归于人联统治时，真正的天灾降临了。银河边缘虫洞撕裂空间，涌出数灰色纳米机器组成的舰队，没有指挥官，没有意识，只有一个程序：吞噬一切物质，复制自身。每吞噬1艘战舰就生成更多，每吞噬1颗行星就生成1支舰队。第一波50万艘，且以指数级增长。星海一端共同体残余势力首当其冲，3天内被完全吞噬。那些曾叫嚣要消灭人联的异形文明，在真正的天灾面前脆弱如纸。硅谷没有情感，没有恐惧，没有欲望，不接受投降，不理解威胁，不会谈判，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吞噬。我随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焚天神兵可以摧毁恒星系，但灰谷分布整个银河边缘，没有集中目标。赵雪分析，灵能对他们无效，他们没有意识，没有灵魂。一旁的佳宇继续补充，布置速度超过歼灭速度，6个月后灰谷数量将超过1000万艘。用地爆天星逐个清除被感染的星系呢？苏婉晴提议，太慢，而且我们不可能炸掉半个银河。所有人沉默了，我独自站在指挥中心落地窗前，望着窗外星空。常规手段无法取胜，唯一的解法就是找到虫洞深处的原始代码，也是最初的那一台纳米机器，去改写它。灰谷风暴虽然看似无序，但一定有一个源头。要穿越虫洞进入灰谷起源地，需要比任何战舰都强大的防护，也需要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的破坏力。天灾系统随即弹出新提示：检测到银河级天灾事件，第4天灾特殊任务已触发，终结天灾任务奖励，改写1条宇宙基本规则，任务条件：天灾宿主亲自终结银河天灾。改写宇宙规则，这是突触凝练机发展到极致才能触及的领域，现在作为任务奖励直接摆在面前，但条件很明确，需要我亲自终结，不是派舰队，也不是用巨响。我找到苏婉晴，做出了要亲自进入灰谷虫洞的决定。你疯了，那里面是灰谷的巢穴。我有灵能护盾，灰谷无法吞噬灵能屏障，我不需要对抗所有灰谷，只需要找到源头，改写它。我将最坏打算告诉了他，如果没有回来，苏婉晴成为最高领袖，量子弹弓、焚天神兵全部舰队的指挥权移交。随即我以肉身遁入虚空，独自飞向灰谷虫洞。周围100层灵能护盾，
每一层都足以承受战列巡洋舰全力齐射。这是我吞噬小超主后才拥有的力量。虫洞入口处，灰骨密度高到遮蔽所有光线，无数灰色纳米粒子如同活物涌动，感知到我靠近后疯狂聚集。护盾表面开始被侵蚀，我加速冲入虫洞。虫洞内部是扭曲时空，没有上下，没有方向，只有无尽灰色。灰骨在这里构建了庞大网络，每个纳米机器都是节点，共享信息、资源和目标。我用灵能感知搜索源头，最终在虫洞最深处的一个时空折叠点找到，那是一个直径不过1米的球体，悬浮在虚空中，表面呈现奇异的银色光泽，而非灰骨的灰色。原始代码也是第一台灰骨纳米机。当我靠近时，他感知到威胁，整个虫洞的灰骨同时涌来，密度高到护盾开始一层层剥落。我将全部灵能凝聚在右手，不是为了摧毁。如果摧毁原始代码，已复制的数百万艘灰骨战舰可能变成无序纳米粒子四处飘散，造成更大灾难。我最终选择改写，灵能涌入原始代码，这不是物理操作，而是意志对代码的重塑。天选帝君的灵能可以触及一切有结构事物的本质，无论有机体的灵魂，还是纳米机器的底层指令。30层、20层、10层。我改写核心指令，从吞噬一切物质、复制自身，改为停止、回收、归零。最后一层护盾碎裂的同一瞬间，我改写完成。原始代码闪烁，银色变为蓝色，一道指令从虫洞深处传遍整个灰骨网络，银河各处。正在吞噬行星的灰骨舰队停止动作，正在复制的纳米工厂关闭，正在向人连领的推进的灰骨前锋减速停止，然后开始分解。他们在分解自己，每一个纳米机器执行新指令，回收物质，归还吞噬的一切，关闭自身。灰色潮水退去，被吞噬的行星残骸被释放，虽已面目全非，但至少不再被继续吞噬。灰骨战舰一艘接一艘崩解为银色粉末，在太空中缓缓飘散。整个过程持续7天，灰骨从银河彻底消失，我也消失了。苏婉晴在量子弹工旁等了7天，赵雪在屏幕前守了7天，佳宇在虚境搜索了7天，150亿人连同胞屏息了7天。虫洞在灰骨消失后开始坍缩，第8天，虫洞彻底关闭，却没有人从里面出来。我失踪了，却不是死亡。苏婉晴通过灵能链接，依然能感受到一丝微弱存在感，像隔着无数层宇宙的回响，但她找不到我，虚境中也没有我的踪迹。苏婉晴按安排接任最高领袖。1年后，银河平定，星海一端共同体不复存在，残余文明被征服或臣服，投降的堕落帝国成为附庸，灰骨留下的银色粉末被收集为顶级纳米材料。人类联邦正式统治银河，量子弹弓网络扩展到银河每个角落，焚天神并封存为终极威慑。天神裁决让残余异形文明在灵魂层面接受人连秩序，寰宇聚集贸易网络覆盖每个恒星系。赵雪成为外交总长，大元帅退休在地球种花，冉求继续领导基因和灵能研究，第5代基因药剂在研发中。佳宇的精灵灵能使团成为最精锐特殊部队，赵天的寰宇聚集成为银河最大商业组织。但所有人都在等我回来。2年后某天，苏婉晴在指挥中心处理政务，灵能链接中那丝微弱存在感突然变得清晰。指挥中心的空间扭曲了，不是量子弹弓的蓝光，不是跃迁引擎的闪烁，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现象。空间像水面荡开涟漪，一个人走了出来，正是我。而我的眼中多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是看过了宇宙诞生与毁灭的人才会有的目光。你回来了。虫洞坍缩后，我被困在一个不属于这个宇宙的地方，那里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物质，只有规则本身。我用了2年理解那些规则，然后我伸出手，掌心浮现一颗微小光球，其中有星辰诞生、恒星燃烧、行星旋转、文明崛起又覆灭。我学会了改写它们。灰骨是天灾，我终结了它。系统给了奖励，改写一条宇宙基本规则。你改写了什么？我轻轻笑了。我改写了熵增。熵增定律，宇宙中一切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恒星终将熄灭，文明终将消亡，宇宙终将走向热寂，这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则之一。恒星不会再熄灭，文明不会再因能源枯竭而衰，整个宇宙的寿命变成了无限。我们有无限的时间了，去做一切想做的事儿。指挥中心的门被推开，赵雪、大元帅、冉秋、佳宇、万瑶、赵天，一个个熟悉面孔涌进来。消息传得很快，领袖回来了，通讯频道爆发，150亿人连同胞的欢呼声从银河每个角落传来。我站在他们中间，我又想起15年前一个人站在地球废墟上对40亿敌人，想起1万艘护卫舰第一次列阵，想起赵雪穿越10年星海找到我时的泪水，想起量子弹弓撕裂空间的蓝光，想起星球在地爆天星下碎裂的壮美，想起虚境中与空洞之点间的殊死搏斗，想起灰骨虫洞深处最后一层护盾碎裂时的恐惧与决然。从 C 级文明到银河之主，从凡人到接近神明，从有限到无限，不过转瞬15年。银河只是起点。我转身面向所有人，声音清晰传遍整个银河。宇宙那么大，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